煌在我的脑海中是大漠孤烟、长河落日的辽阔，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凄凉。敦煌这个古今众多文人墨客笔下的西域盛景，如今是什么样？今天我决定开着全新一代东风本田 CR-V 去看一看。CR-V 嘛，一直都是合资紧凑型 SUV 中的明星车型。那它清爽干练的造型呢，也一直都是老少皆宜。这么多年，无论是销量还是口碑，都是榜上有名。那现在你们看到我身边的这一台呢，就是全新一代的东风本田 CR-V 了。其实外观方面的变化呢，显而易见，它这种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设计元素变得更多了。中间的黑色蜂窝网状的格栅呢，也让它看起来更加的犀利，更对现在年轻人的审美口味。全新一代 CR-V 呢，很大的一个升级呢，在于它的车身尺寸。那这一次呢，轴距增加了40毫米，车长增加了82毫米，它的后排空间提升了有190毫米。那不但让它侧面看起来更加的修长有型，那一直被誉为空间魔术师的本田，这一次在空间方面再次进阶。我们就拿它的后备箱来举例。全新一代 CR-V 的装载容量呢有586升，那燃油车的版本呢可以最大拓展到627升。我们现在装上了随身的行李，还有一些拍摄设备，还有一些随车的补给用品。可以看到它还有很大的余量。那这个空间表现呢，确实比同级竞品，比如说像奇骏呀，还有荣放啊等等，还是比较有优势的。那我们现在上车。我们现在在敦煌嘛，这里属于西北地区，那这边的气候真的是非常的干燥，那外面呢也都是目之所及的土黄色的沙漠。但是当我坐进全新一代 CR-V 的车内的时候啊，这种感觉还是非常惬意跟舒适的。那首先呢，全新一代 CR-V 是增加了主副驾的吸附气囊跟后排的侧气囊，它的安全性有所提升，全系搭载10个气囊，可以说是时刻为我们的安全保驾护航了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新车的内饰品质，我觉得依然维持了本田的那种标杆的形象吧。它这一次呢，在皮革座椅上面加入了行缝，它不仅仅是为了美观，那在美观的同时呢，还能提高这个座椅的耐用性。那么蜂窝状的金属饰板呢，跟空调出风口它是有很强的这种一体感。其实这种比较平直的设计呢，在视觉上会显得前排的空间更加宽阔跟规整。那这种蜂窝状的设计也是本田最新的这一套设计。那这一次呢，新车还加入了白色的氛围灯，让我觉得 CR-V 这样一种比较主打实用的家用 SUV 呢，还多了一些豪华质感。那在像我们这种长途的驾驶中呢，其实这一次它的无框 HUD 以及流媒体的后视镜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它的 HUD 上面显示的信息也比较丰富，然后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就很方便。现在坐到全新一代 CR-V 的第2排，因为这一次它的尺寸变大了嘛，就是车长以及轴距都是有所增加，所以说第2排的空间还是要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的。那我现在坐进来呢，前面是我刚刚调整好的我的驾驶坐姿，就是感觉上确实比上一代的 CR-V 它后排稍微宽敞了一些。还有一个小亮点就是你们看，现在第2排的座椅是可以前后移动的，就这个滑轨，这个轨道是这一代车型上新增的。我们把座椅移到前面，就方便来跟前排的乘客来交流。那放到后面呢，就是可以让你完全的躺平去休息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升级，就是之前的车型呢，它的靠背的调节不是只有2段嘛，但这一次它是升级成了8段，就是你看它还可以往后。就尤其在长时间坐车啊、长途行驶中呢，你坐在后排可以随心的调节到你最舒适的驾姿，而且还可以来回变换。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舒适性上面吧，对第2排还是有一个挺大的提升的。那整个第2排呢，其他配置方面呢，跟老款车型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我们这是7座版，看看第3排。第3排的空间其实还那样，并没有拓展太多。但是这一次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它不是把第2排加入了这种可以前后移动的滑轨嘛，所以说它可扩展性就变得更强了。而且它这靠背也是可以往前倒的，所以现在你看我坐在第3排，并没有觉得特别挤，对吧？就是它可以牺牲一点第2排的空间，那给第3排的乘客预留出更多的地方去乘坐。所以说它也不是完全不能坐人，应个急什么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东望长安，西通楼兰，那这里呢就是因诗而闻名的阳关了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能够看到古时遗留下来的烽火台和阳关古道，也能看到一些新建的城楼跟城墙。要知道，在这里呢，1000年以前可是黄沙漫卷的驼岭古道啊，这里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。那现在走在这里呢，还是能够感受到这种沧桑的古老的气息。
说到历史传承，别看如今我们面前的 CR-V 是非常年轻的面貌，但其实 CR-V 进入中国已经有18年之久了，经历了6代的更新迭代，收获了260万用户口碑，目前仍然保持着国内同级别销量第一、同级车型保值率第一的佳绩。你们看，现在在我的两侧都是这种一望无际的沙漠，我觉得在西北的荒漠中开车长途自驾，真的跟在城市里面开车的感受完全不一样。那 CR-V 它的驾驶质感，我觉得根本不需要我去过多的美誉它了。我觉得平顺啊、舒适啊，包括安全呢，都是它的代名词。那我现在开着全新一代的 CR-V 呢，它其实给我的驾驶感受还是非常熟悉的，跟老款还是比较相像的。那不同的是呢，燃油版的 CR-V 现在是只有一种动力总成，就是这个 1.5T 直喷 VTEC Turbo 发动机配合 CVT 无级变速箱的这一套组合。那它的这个 1.5T 发动机呢，最大的功率是142千瓦，最大的扭矩是243牛米。虽然说排量不大，但是呢，它带着这台车行走，并没有感觉是那种小马拉大车的感觉。就是它的动力呢，你看我开在西北地区啊，跑高速啊，就是这个动力是完全够用的。它的油门踏板非常跟脚，就是随踩随有的感觉，而且它整个的动力输出呢也是非常的线性。那再配合上它 CVT 变速箱这种天然的比较平顺的这种优势，所以说它整体的这个动力感觉呢，你就会觉得它非常的顺畅，你就开起来非常的得心应手。那另外就是，其实 CR-V 它并不是一台很激进的车嘛，那你开着它呢，会觉得挺佛系的。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呢，你就可以给它挂上 S 档。你挂上 S 档之后呢，它的这个发动机转速会瞬间的升高，你就会觉得它整个性格呢会变得更加的跳脱一点，然后它就会变得更加的激进一点。那整台车呢开起来也会觉得，是不是动力比刚才要更强了，就更适合那种急性子的人来行驶。那它的悬挂呢是采用的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结构，那整体的调教呢还是偏向于城市舒适的取向。它是一台就是很标准的城市 SUV 的这种感觉，它的悬架行程呢会感觉比较长，但同时呢又比较有韧性，就是在过一些非铺装路面那种大的坑洼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震动啊传递到车内就会过滤的比较好。那悬挂的感觉是那种挺整的，然后开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。那另外就是它的转向了，这台车的转向手感比较轻柔，就是对于我这样的女生来说呢也是比较好上手的。那同时它的指向性呢也是比较精准的啊。它虽然说作为一台城市的 SUV， 然后又体型比较大，但是它的这个指向性很精准，你就开着它感觉还挺灵巧的，就是它的车头。那么总体的感受呢，全新一代的 CR-V 还是一台非常非常合格的城市家用 SUV。那另外呢，它这次全系是标配了 ANC 主动降噪系统，所以说它在 NVH 方面的表现呢，也要比老款有一定的提升。另外值得一提的一点是，在全新一代 CR-V 家族上面首次搭载了 Honda Sensing 360，它的雷达检测的范围呢扩大到了120度，那摄像头的检测范围呢也是扩大到了90度，并且在它的前后各搭载了2个角雷达。那它后侧方的车辆以及直交的车辆呢，都能够实现360度的检测，所以说它在安全性上面呢，也是有了一定的提升。它加上了这个 Honda Sensing 360系统之后呢，它能够实现多场景下的事故躲避功能。那同时在我们长途驾驶中呢，也能够减轻我们在驾驶中的这种操作的负荷，就是能够减轻我们的这个驾驶的压力。美景是无限的，但是我们脚下的路是有限的。那这2天呢，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感受到了西北大漠的壮美和辽阔，和全新一代本田 CR-V 的魅力。那全新一代 CR-V 呢，延续了本田一贯的做工考究和产品可靠的标准。那同时呢，在安全和配置上面，相比于老款来说，也是有了质的提升。那陆续搭载第4代 iMMD 系统的全新一代 CR-V e:HEV 车型呢，和全新一代 CR-V e:PHEV 插电混合版本的车型呢，也将陆续的推出。那全新一代 CR-V 能否延续过去的辉煌呢？让我们一起期待市场给出的答案。我是周周，拜拜。